大家好，我是马丁。在上一支影片，我从44颗奔腾处理器提取了出约 7.5 公克的白银。在今天的这支影片，我要继续从处理器中萃取黄金。由于黄金针脚已经脱落，花瓶里面清出了不少空间，因此我把小烧杯中的处理器碎片也装进花瓶里。我先在烧杯中加入约100毫升的蒸馏水，然后再加入约50毫升盐酸与15毫升硝酸。最后，我把调好的黄水加入花瓶中，再用大烧杯反扣来减少废气外泄。经过1天后，药水已经变黑，代表水里面溶解了各种不同的金属。但是很明显的，镀金针脚并没有溶解，因此我立即进行第2轮药水浸泡。第2轮的药水依然很黑，而且还有很多肉眼可见的金箔与针脚，但我还是决定先测试看看药水里面有没有黄金。在滴入氯化亚锡后，药水很快就变黑了，代表已经有黄金开始溶解。紧接着又是第3轮的药水浸泡。针脚与金箔在这一次几乎都沉到了花瓶底部，药水很难接触到。因此，我决定将处理器碎片清洗，然后分类，将上面已经没有残余镀金的整理出来，然后丢弃。剩下的镀金针脚以及材料，我将它们转移到小烧瓶里，然后用王水继续处理。这次的药水量大而且浓，因此我串接了2个空气洗涤瓶来过滤废气。与此同时，我在前3轮洗出来的药水中加入尿素赶消，
需要加到王水不起泡泡为止。最后再加入硫酸亚铁来澄晶。第4轮的浸泡，药剂的颜色依然很深，因此我又进行了第5次的药水浸泡。第5次药水的颜色就比较淡了。我将第4与第5轮的药水收集到同一个烧杯，然后加尿素赶消，最后再澄晶。静置了一段时间后，将药水倒掉，我发现不少黑色的黄金泥留在烧杯底部。最后，我们用氯化亚锡来测试一下药水里面还有没有残留的黄金。结果完全没有反应，代表黄金已经完全沉淀了。下一集我会继续精炼这些海绵金，并且把它烧炼成金锭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